Hello，大家好，我係 Coach，今集為你介紹七式絕招，有助你英語詞彙激增，幫助你解決求學、工作、社交嘅英語挑戰，等你一次過咁樣揾到正確嘅方法，克服多年嚟嘅掙扎。你係咪成日冇辦法去盡情咁去表達自己啊？有冇好困惑咁樣揾適當嘅用字，或者總係喺最危急嘅時候就力不從心呢？呢個都係作為第二語言用家嘅必然挑戰嚟㗎。係咪詞彙增加就可以解決問題呢？答案好簡單，就好似你用母語交談咁樣，因為有源源不絕嘅詞彙，咁當然可以暢所欲言啦。問題嘅症結係喺邊度入手去揾詞彙，同埋即使手上有好多詞彙，又可以點樣去運用嚟到自主學習呢？今集 Coach 為你一一解答。所以唔知你有冇嘗試過，或者話去想象過要爬字典呢？或者呢個年代嘅你呢，已經好耐冇查過字典啦。Coach 中學時代，你好多次喺暑假嘅時候呢，曾經妙想天開咁樣的起心肝，攞住本字典一頁一頁咁樣去讀，因為以當時嘅認知，呢個就係最直接嘅學習詞彙方法。但係夏日炎炎，字典嘅字體呢又特別細，淨係黑白咁嘅印刷啦，又完全冇設計排版或者圖畫可言，所以總係揸住本字典就瞓着咗。或者夏天呢，根本就唔係用字典學習詞彙嘅季節啦。唔知你有冇想象過，原來個人嘅詞彙呢係可以量度噶，有好多嘅測試，利用簡單嘅方法喺短時間之內呢就可以量度到你嘅詞彙嘅量大小噶啦。當然網上面亦都有好多虛假嘅測試啦，真正嘅詞彙測試呢係由 Applied Linguist 創立噶，係學術研究嘅成果嚟嘅。不過正如 Coach 之前喺 Holland Coach 嗰集提出過，大部分普通人接觸到嘅呢都係造假嘅雕蟲小技，原因係學術研究並唔會投放資源去宣傳同埋吸納消費者，所以普通人好難有機會接觸到噶。嘩眾取寵嘅商業神棍呢，永遠都係多過學術研究人員噶嘛。所以 Coach 呢個教育頻道目標就係介紹學術研究成果嚟到幫你解決生活一啲實際嘅問題，有別於你平時接觸到嘅商業宣傳或者係吹水。因為 Coach 教育頻道嘅目標呢係以教育為本，並唔係娛樂。究竟應該達到點樣嘅詞彙數量或者級別先叫夠用或者係理想呢？如果係大專教育程度咁講呢，係需要達到 B2 嘅，因為呢個正係入學要求，即係 IELTS 6至6.5左右啦。喺呢個嘅詞彙方面數量呢，係大概係3至到6千左右嘅。呢一點稍後會再多加解釋。大家見到呢個表裏邊呢，有兩類型嘅數據嘅 active word 同埋 passive word。被動接收詞彙即係 passive 或者 receptive vocabulary 呢，佢係憑上文下理嘅使用就可以識別到同埋理解到詞彙噶啦。即係話你喺閱讀之中呢，睇到理解到嘅字，但係喺口語同埋寫作之中呢，就冇辦法自行去製造。另外一類就係主動製造或者係表達嘅詞彙 active productive 或者係 expressive vocabulary， 呢個能夠理解並且能夠正確咁樣去發音嘅詞彙，可以喺口語同埋寫作之中建設性咁去使用。呢個係一個主動同埋積極嘅過程，可以運用文字去向其他人表達自己嘅思想。由此可見啊，主動嘅詞彙啊，永遠一定係細過被動嘅詞彙噶。呢一點就解釋到今集嘅第一張 slide。我哋話閱讀同埋理解方面，即使覺得係充足啦，但係好多時候尚未能夠適合嘅揾到適合詞彙嚟到充分表達自己嘅，尤其喺說話嘅時候呢，最感到詞彙不足夠啦。點樣先至可以揾到詞彙列表一啲 vocabulary list？ 有冇詞彙庫 vocabulary inventory？ 或者係咪要單單睇字典呢？咁當然係有詞彙庫啦。去編製嘅方法呢，就係利用 head words， 即係話跟相近嘅字組成嘅家庭啦。例如 able 呢一個字啦，有7個變化形式嘅字，咁但係喺呢個字庫裏邊呢，或者就係叫做 head word， 只係計一個 able 呢個字嘅啫。咁如果我哋話有1000個字嘅字庫呢，其實嗰個字庫裏邊啊，應該有5至到8000個字包含咗噶啦，因為佢哋係以 family 嚟到計嘅。詞彙庫有咩用處呢？咁係可以識別到你一啲技能嘅差距，揾到你需要補足嘅一啲罅隙。佢可以幫你設定切合實際清晰嘅學習目標。
可以擴展學習者嘅知識庫，方便衡量實質嘅進度。亦都可以利用呢啲嘅詞彙庫呢，喺多種學習用途作為一個具體嘅資源庫。跟住落嚟為大家介紹4大類別嘅詞彙庫。第一個最常見呢係叫 General Surface List， 簡稱 GSL。常用嘅字呢係 Michael West 喺1953年出版，大約有2000個字嘅列表啦。咁留意呢個2000個字，即係2000個 word family。喺2013年呢，有個更新版係增加咗少少字嘅。第二個係 Academic Word List AWL， 學術詞彙表呢，裏面有570個常用字，亦都係 word family 啦。佢來自廣泛嘅學術嘅書籍啦。咁呢，另外呢，有一個叫做 University Word List， 係大學詞彙表，係1984年嘅。咁呢，亦都有一啲初級讀者咁嘅詞彙表啦，最高係去到 Grade 8嘅。喺學術領域或者商業行業嘅特定詞彙呢，都係有好多㗎。因為後來呢，發明咗一啲電腦嘅軟件，咁就加咗一啲學者嘅編輯而成嘅專業電子貨幣等等呢啲咁嘅詞彙庫啦。最後一類型呢，就係以商業為目標為出發點嘅，係準備公開英文能力考試為考生而設嘅一啲考試嘅詞彙表。咁呢都係從已有嘅語言學家嘅詞彙表編輯抄襲而成嘅。總括嚟講啦，前兩項即係黃色同埋綠色嘅係語言學家研究生成嘅，第三類藍色呢係電腦軟件同埋一啲學者編輯完成，最後一類紅色呢就只不過係商業嘅炒作抄寫嘅啫。Coach 選用嘅亦都係今集為你介紹呢，就係當代美國嘅英語詞彙庫啊。Coca 最大型啦，係被學術研究上面認為係結構平衡、使用最廣泛嘅英語詞彙。喺好多其他嘅英語詞彙庫呢，都係取材於呢一個大嘅詞彙庫啊。佢有25,000個嘅 word family， 我哋都叫做 head words。咁前2000至3000個呢嘅單字呢，都可以代替咗 General Surface List 噶啦。第3000個字開始到呢，就係會出現嗰啲學術嘅字庫啦，即係個 Academic Word List。大約喺4至5千左右呢，就會包含晒所有呢啲 Academic Word List 噶啦。咁如果一個年輕嘅母語人士呢，即係話小學生啦，去到高小啦，大概呢，佢係達到6000個 head word 左右嘅。咁如果係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嘅外語學習者呢，上限去到9000度呢，差唔多都係極限嚟噶啦。如果詞彙庫更加比較字典適合作為學習用途啊，咁究竟應該用邊一個詞彙庫呢？佢哋有啲咩唔同啊？你需要邊一個詞彙庫呢？常見呢有4大類別啊嘛，咁 General Surface List 呢就用於長期系統性嘅學習者，對於想徹底認真學習嘅高級學習者呢，1至6000呢已經係夠用噶。咁大專學生嘅 Academic Word List 呢就會照顧到佢哋喺學術同埋一般廣泛性嘅生存嚟到應用到啦。Industry Specific Word List 呢就係尋找工作面試啦、職場英語啦、做 presentation 演講啊等等，呢啲幫助係最大噶。最後一類呢，就梗係為考試而設啦，商業為本嘅生字表。不過由於考生呢，通常都係最後階段死背呢啲詞彙，所以其實效果係唔大噶。Coach 呢會將一啲嘅詞彙庫連結擺喺呢一集下面嘅文字介紹，等大家可以 download 噶。究竟呢啲詞彙庫可以點樣去應用呢？呢個就係今集最重要嘅部分啦。第一個可以係作為一個評估嘅 assessment， 第二係找出差距 identify gaps， 第三係聽覺或者聆聽 oral listening， 第四係口語同埋朗誦 oral recitation， 第五係口頭嘅造句 create sentences orally， 第六係寫句子 write sentences，第七個係同義詞同埋反義詞 synonyms 同埋 antonyms。第一個我哋可以嘅用處係評估，咁呢個係作為 DIY 呢，係檢查一下你自己嘅詞彙量，你嘅熟練程度係幾多呢？你係唔係能夠為學習、工作同埋閱讀做好充足嘅準備？第二個用處就係揾出一個差距，喺學習方面有冇一啲位係自己做得唔夠嘅呢？
咁你嘅詞彙量因為係同其他語言嘅能力指標呢有密切嘅關係嘅，例如閱讀同埋聽力、理解力同埋一般嘅語言能力。使用詞彙嘅表呢，能夠幫助你設定學習目標同埋跟進嘅進度，揾出一啲需要設定嘅目標呢，成為重新學習，即係 relearn 一啲似乎已經識嘅字，或者係提高特定詞彙嘅準確性啦。第三個用處呢，就係愛嚟做聆聽嘅練習嘅，咁千祈唔好唔記得呢係要戴個耳機或者 headphone 或者 earphone，因為咁樣呢更加能夠聽清楚嗰個字嘅發音嘅細節嘅。咁你可以嘗試用一啲文字轉語音嘅軟件，即係 text to speech 嚟到聽發音，亦都可以使用嗰啲 online dictionary 啦，揾個字典裏邊嘅 IPA 嗰個 phonetics 嚟到確保發音嘅準確性㗎。第四個用途呢，就係作為口語練習啦。你必須係大聲嘅朗讀㗎，因為如果你冇發音出嚟呢，呢個係一個閱讀嚟嘅啫，就唔係朗讀㗎。咁你亦都可以錄製你自己嘅講話，亦都將你嘅聲音呢同一個 vocal model 嘅人聲模型去進行比較，睇下自己有啲咩差別嘅地方可以改進。而你亦都可以練習速讀，獲得更加清晰嘅發音同埋更好嘅肌肉協調練習㗎。第五個用處呢，就係做一個口頭造句啦。咁你可唔可以利用呢啲詞彙，睇一眼就可以用口頭創作啲句子講出嚟呢？呢個呢，就係話喺日常嘅對話之中點樣去用呢個詞啦。咁你想下呢個詞嘅上文下理有啲咩場景可以適合使用呢？呢個就係練習語境一個 context 最重要嘅一環。第六個，當然你可以寫作句子啦，去建構句子嚟到說明呢，你係真係理解呢個字嘅意思嘅。使用適當嘅語法結構嚟到實現呢個詞組，即係個 word family 裏邊嘅各種嘅形式，即係例如頭先 able 嗰個字呢，有7種嘅形式出現嘅。你係咪每一個成員嘅字都係形式可以創作到句子呢？最後一點呢係比較難嘅，就係揾出佢哋嘅同義詞同埋反義詞啦。你係咪能夠識別出同呢個詞語有關嘅同義詞同埋反義詞呢？可能係一啲片語，即係 phrasal verb， 或者係有含義嘅成語，一啲 idiom 慣用嘅語就係一啲 phrases 啦。注意嘗試避免去翻譯成為另外一種語言，而係直接用英文揾翻英文嘅相關同義詞同埋反義詞。最後2條黃金嘅定律送俾大家㗎，就係被動接收嘅詞彙 passive 或者 receptive vocabulary 啦。你盡量要去增加吸收嘅機會，並且揾一啲高質素嘅刺激嘅方法，即係一個 excellent 嘅 vocal model。例如你好似平時如果成日聽到粗口啊，咁自己咪好容易講粗口咯。咁或者有口音嘅語境嘅地方生活呢，你自己呢就會漸漸亦都會帶有該種口音啦。即係話如果你喺英國生活啊，你就會有 pick up 咗英國嘅口音啦；你喺美國生活呢，就會 pick up 咗美國嘅口音。所以去揾一個好嘅 vocal model，同埋成日接收到呢啲嘅聲音呢，係好有用嘅學習方法㗎。喺主動或者係製造詞彙 passive productive vocabulary 方面呢，最緊要係去實踐。盡量去應用，因為唔應用呢就會失去咗啦。我哋話呢個叫 use it or lose it。咁所以呢，其實係有2方面你需要去練習㗎，就係被動接收詞彙 passive receptive vocabulary 啦，同埋主動製造表達嘅詞彙 active productive vocabulary。語文能力係直接影響學習、事業、人際關係發展嘅原因呢，並唔係為咗要喺英語社會求生，而係語文同思考同埋認知呢係唔可以分割㗎。喺2016年呢，科學家利用磁力共振呢，發現咗詞彙呢嘅意義呢，其實原來係遍佈喺整個大腦唔同嘅區域去處理嘅，而並唔係過去一啲以為大腦某一啲特定專注負責語言處理嘅區域嘅。
更加令人驚奇嘅發現呢，就係同一個字就唔會單單出現喺一個地方去處理嘅，而係分佈喺幾個唔同嘅區域，同其他相關嘅觀念喺一齊嘅。例如 top 呢個字啦，佢出現喺4-5個區域揾到嘅，佢可能又喺一個區域嗰度關於衣物外表嗰度有呢個字去到 process 嘅，亦都另外一個區域係數字相關嘅。另外佢亦都係一個地標相關嘅詞彙嗰度呢會發生㗎。咁語言係人類最複雜嘅認知功能之一，我哋能夠交流或者交換思想、意念同埋感情啦，同其他人互動、收集知識等等，呢都係依靠語言同埋詞彙嘅。所以 coach 呢係冇見過認知能力高嘅人個語文程度係低嘅。所以話喺語言方面嘅努力將會提升好多方面嘅認知能力。呢一點咧，希望大家要認清事實嘅。如果有興趣睇呢個 Brain Dictionary 啦，喺 YouTube 嗰度呢係會睇到解釋呢個字喺個腦裏邊唔同嘅分配地方噶。Coach 希望今集為你提供咗正規學術研究生成嘅詞彙庫，並且為你介紹實用嘅7式絕招，有助你達至真正嘅英語詞彙激增，助你喺學業同埋事業方面更上一層樓。提提大家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俾 like，社交媒體分享，多謝你哋嘅支持。